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心理学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曲薇老师。来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我是去年认识他的，虽然我们交往还不到1年，但却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们的三观很不一致，遇到事情的处理方式和想法也不一样，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当初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奔着结婚目的而去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他总是无理取闹、疑神疑鬼，而且脾气还那么大，在朋友面前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还总是提出一些让我达不到的要求。我知道我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我不想为了结婚而走入一段看不到未来的婚姻。我现在真的很烦，也很困惑，我不知道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下去。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曾先生32岁，来自湖南，销售，欢迎曾先生。秦女士33岁，来自湖南，销售，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儿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啊，来干嘛呀？就是我们之间就是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嘛，观念不一样。然后听我朋友的一个介绍，他说这个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非常的专业，有一些很情感专家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建议，少走很多弯路，所以我就过来了。哦，谢谢您还帮我们做一广告啊！我们听听吧，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哪些观念不同有争执？就刚开始的时候嘛，我们交往的是第2位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手机，然后拿了一个小号去跟一个他说是女同事嘛聊视频，然后我看到的话就会把它删掉。我就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女同事，当时打了一个视频过来嘛，有些内容不方便，就是让她知道，所以什么内容不方便啊？工作方面的。你们俩都是销售是吧？对对对对。是竞业禁止吗？也不是。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呢？因为她经常有翻我的手机的习惯，我怕她就是拿我的手机跟我的女同事又会引起不必要的那些麻烦，所以我就把它删掉，就是这样。行，我明白了，就是男方的解释是说，我希望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空间，是这意思吧？是的。但是您会觉得说，两人谈恋爱了，你干嘛偷偷摸摸还背着我，还删东西，是这意思吧？是的。好，还有什么事儿呢？还有就是有一次我在那柜子里面，我发现有一盒草莓，但是因为他的一个习惯的话，他草莓的话会放在冰箱，或者是直接放桌上面。后面我就问他这是送给谁的，他说是送给一个女同事，他说女同事过生日。那我说你为什么放在柜子里面？不是你做事儿你老偷偷摸摸的干嘛呀？不是，我就是大大方方的嘛。因为我觉得他老是留言疑神疑鬼，因为那个小号的事情嘛，所以我就，还是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能就是我觉得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我觉得还是不告诉他好一点。那个不一样，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呀，没必要藏起来呀。而且我怎么知道是你同事还是你在外面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个不是重点，关键行为老偷偷摸摸的。你说说你小号怎么还会有小号呢？我刚才就没问。不是小号，工作需要嘛，我要工作一个号，然后生活一个号。那你也没跟我说过呀。这个是不正常的。就是您说你有10个号，我觉得也正常。核心是这是你女朋友不？是的。那你开俩号，你是不是需要告诉他呀？可能是我考虑的不周吧。您这是真轻描淡写。类似于此的事儿还有吗？还有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到晚上一个人打电话过来，是女的，因为我听了声音，然后那女的喊他去接，他说是那个他哥们儿的一个老婆。这个他确实是有点这个无理取闹了，这因为我那个哥们也好，我那个哥们老婆也好，他都见过的。而且我跟哥们的老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是高中同学，都不分彼此的。不，还是分一下彼此吧，这得分彼此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跟他们关系都非常铁，就是说。是。然后他们只要是一有困难，是吧？有什么要想帮忙的，他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啊。如果说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帮忙的，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这理解。对。后来是您自己去接的吗？是的。为什么不带着女朋友一起去呢？他没有带我去，他直接就自己一个人开就去了。这么好的朋友不就也熟络一下吗？
没有，我觉得可能大晚上可能还是有点不方便嘛，就是。这有啥不方便的？她是你女朋友，那是你的好朋友，有什么不方便的呢？其实没什么，只不过我觉得就是他想多了。所以就是这样，好多事儿说不清楚，可能你就是我们站在了自己思维的一个立场上来做这件事儿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女性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她的感受是你什么事儿都背着我，这是所谓在情感专一度啊。可能你怀疑她跟外面的其他异性，那么生活的其他方面，她还有什么事儿是不给你安全感的？其他的也还好，主要就是他有时候就是花钱啊各方面的，感觉我也是，因为他就是朋友多嘛，我不管是异性同性，外面朋友多的话，应酬多的话，钱就花掉了，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也不知道他的工资什么这些，我也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恋爱当中有2样东西是给安全感，一辆叫忠诚，对吧？一辆叫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你们俩谈的时间不久吧？半年多。主持人他说那个安全感，主要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还没结婚，就是还作为男女朋友，他要是拿我的钱跑了，或者是拿我的钱做别的事情呢，也说不定。我是想，你既然要管我的钱，我可以啊，就是我们结婚之后给你，那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半年就要管钱了？因为他这个在朋友方面，感觉朋友比我重要，你知道吗？他的那个什么管了他的钱，他依然是朋友比你重要啊。因为主要是在应酬方面嘛，他这个朋友在一起的话都是他掏钱的。然后立场我就觉得，你签那个朋友，就是说你一点都不给我的一些面子，因为我把他介绍给我的一些朋友嘛，我想让他尽快的融入到我的那个生活圈、朋友圈。但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哥们也很热情嘛，就是去敬他酒，他就是不给面子嘛。我也没有不给你面子啊，我只是以水带酒，难道我还一定要以酒去敬他们吗？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意思一下也可以啊。我有意思啦，不一定要那个，而且要全部喝完。而且我为什么就非一定要融入到你的朋友圈子呢？不是，你要跟他好，一定还是要融入他的朋友圈的，姑娘。是想跟他过日子哈？对。咱们了解到了，交往半年，女生觉得没有安全感。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呀？疑神疑鬼，老是怀疑我。还有的话，我觉得他的脾气有点大，稍微说一点什么呢，他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如果我不管你这些东西，工资什么都不管，那你可以不管我的一些生活吗？比如说我的穿衣方面，还有我的一些那个工作，你也可以不管吗？他的穿衣真的是让我无法接受，就是说。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什么？有点太暴露了。暴露哪方面暴露啊？是晚礼服。今天算是暴露吗？这个还好，能接受。就是。那他日常穿成什么样啊？就是聚会的时候穿。还有就是公司年会的时候穿，这也不是说经常穿。1年一回嘛，对吧？对呀，聚会的时候也就有时1个月1、2次嘛。我跟他见面1个月就是7、8次左右，也不是每天在一起。他有时候看到我，有时候去聚会，因为我客户也比较多，他也要管。他是管您着装的是吧？对，现在去外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裤子。觉得他有点大男子主义。反正就是我不能接受。啊，你不能接受，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你能接受的女的？你为什么要改变我呀？你不是说白你自己自卑吗？问你呢？这话问的特别在腰眼上。就是你找一个你能接受的呀？怎么讲呢？因为毕竟感觉在一起，还是有感觉的嘛。想尽量他能不穿就不穿嘛。我还是蛮赞。你剥夺了我的穿衣自由和审美权，你知道吗？这个上升的也挺高的啊。商量。他不商量，一刀切。交往半年多，对吧？对。你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对吧？对，我没有结过婚。30多岁，听编导说你对这个情感这方面要求的还挺高。对。所以一直就单身着，是这样吧？是的。您是曾经离异是吧？对，我结过1次婚，闪婚闪离。我想知道当初您是怎么喜欢上他的？我说实话，现在就是要找个男朋友不难，但是你要找个奔着结婚去的还是挺难的。哎呀，这很悲哀啊！行，您接着说。刚开始的话，他就是跟他在一起，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很会照顾人，然后比较的厚道吧，因为他就是不管干嘛，他都会抢着去买单，不是因为他也很有钱，是因为他很重情重义。还有就是就是说他很真诚、靠谱，他会带着结婚的目的去。所以他这个所谓的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打动了你，是吧？对，因为其实你要找个以结婚目的的，但是又合适的还是挺难的。因为像我这个岁数，说实话，条件好他也不会考虑我。你看，条件差的吧，我又高不成低不就，我又不想将就。
哎，然后主要还是要三观要合。对，我觉得你好像把这个生活的事儿想的那个很透彻啊。但是感情这件事儿，有时候你发现这么理智的时候反而坏菜。咱往下听啊，就在这半年多的接触过程当中，后来又发现了一些这先生什么问题啊？快过年的时候嘛，他带我去见他父母了。啊，那是够快的了。对啊，快过年的时候带他见我的父母，然后我父母啊对他也很满意的，各方面条件啊都还挺满意的，就是对他印象也非常好。因为我毕竟就是说也离过一次婚了，因为没有小孩，我家里人也就是急着要抱孙子嘛，就是说，这不是好事儿吗？不都这么想吗？但是他那个母亲就是见我的时候，后面就过了第2天、第3天就跟我说，他就说他们那个村长结婚那边娶了一个护士，护士的话没有要彩礼钱，然后的话那个房子、车子都是女方买的，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我跟你在一起结婚也是什么都不用要，然后的话就是房子、车子也是我提供，因为房子我有。他爹妈那句意思说彩礼钱也不用了，就直接这样子就可以结婚。没有，我老妈只是就是随口一提。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也就是你可能太在意了。什么叫在意啊？他这个就是花中有花，好不好？他这就是一种攀比和对比啊，他就觉得很羡慕别人的儿子娶了一个这样的媳妇儿。那你母亲和你的意见，如果要跟姑娘结婚的话，你们是怎么个章程啊？他母亲是要我先把孩子生了，彩礼钱以后再说。这个彩礼钱，因为他的要求提的就是稍微对我现在来讲啊有点高，因为我一个花销也大，可能没有那个存钱的意识。再者啊，就是因为我离过一次婚，我们当地的那个标准嘛，就是10万块钱左右，当时也是给了，因为很快的离婚了嘛，因为也是性格不合啊，然后他比较幼稚啊，那个钱的话就没要回来。就是你经济上比较紧张，对，是吧？然后他提的是20万。但是我真的实在拿不出来。我觉得20万不高，我又没有还买房。核心重点恐怕不在于这20万的彩礼吧？咱们把这放在这听就是跟家人的矛盾是吧？他的婚前我就觉得他们家里就有点像空手套白狼，你知道吧？就是所以说我就一直就是压着彩礼钱不会放。不是，我不是不愿意就是拿出来。但是你母亲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拿不出那么多啊。你是跟他母亲结婚还是跟他结婚？我问一句。他有点妈宝男。哦，妈宝。他说他尊重他母亲的想法。不是，我觉得不是妈宝，我觉得还是越变淡了嘛，还是比较尊重。你现在着急跟这位女士结婚吗？还好，就是我就是想尽快。我爸爸妈妈的话，我问你更急，就是不是我问你着急吗？没有问你爸妈的意见。你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结不结婚是你要考虑的，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你着急吗？确实有点着急，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摆在这里了，就是说也是。所以你也我都33岁，比你还大，我都没急，你急什么呀？不是说你的更急一点吗？过了那个什么适婚的年龄，过了那个行生小孩子的年龄。行，这个我们再把它摆在这儿，很有意思啊。等于现在跟他的父母或者跟他的家庭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在结婚这个问题上，再把它细化一些，是在彩礼这个问题上。我让不了步，我觉得这个。哎，我再问一个极致的话啊，我们每位老师每人凑个5万块钱借给这小伙子，他拿这20万彩礼，今天把20万彩礼给您了，您嫁他吗？还是要看那个观念，因为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很多观念还是那个。所以咱们有时候一听好像是钱的事儿，你真把这个事儿往前一推，你发现跟钱还没什么关系。我想问他的朋友对你是个什么态度啊？也还好，但他朋友做什么事情喊他去不会跟我商量，有时候他朋友喊他去出差嘛，他也不会跟我商量，直接就过去了，而且是出差很久。那我就奇怪了啊，你今天来这儿要干嘛呢？按你描述的这些，谈了半年，然后感觉到处都是矛盾啊，今天来干嘛呢？确实这个相遇确实也是一种缘分嘛，然后都还是想就是最后的时候给彼此一个机会去挽回这个感情。哦，是挽救这个感情呢，还是挽救一个可期待的婚姻呢？可期待的婚姻。所以对女生来说，这个男人并不是特别满意，满意的是他愿意娶你的这个态度，或者他要娶你给你的这个结果。我理解的对还是不对？是的。所以结婚是很重要的，跟什么人并不重要，这个时候才要讲究条件的对等。那您是个什么想法？因为毕竟我们年龄相仿嘛，然后遇到真的是不错。你看当时我们相处的时候还蛮愉快的。这个世界上面年龄相仿的女性多了去了，
啊，你能相遇的也多了去了是的，啊，这不是一个理由啊，它的特别在哪？就感觉他就是我以后要就是相伴终老的那个人。不是啊，他管你的这个交往，对吧？他跟你的朋友合不来，对吧？他穿着暴露，这怎么就是一个合适的人呢？他跟你们家人的这个关系也并不好，哪儿合适了？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话放在一起，把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思考放在一起，你就发现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恰恰就像这位女士和先生说的这段话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在矛盾冲突当中又不愿意舍弃呢？这段情感当中还有值得挽留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们听听他们的意见，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好哥们的老婆半夜里打电话叫你去接，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的好哥们情何以堪呢？不是，我那个好哥们他当时喝醉了。啊，你都有理由，但是你的理由都很苍白。就像你说为了工作你去开一个小号，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你偷偷摸摸把草莓放到柜子里，这又是经不起推敲的。你明明知道他疑神疑鬼，你为什么还要如此的偷偷摸摸？一个女性当然会想到你是不是和其他的女性在玩暧昧。当然，女生，你们相处才半年，还没有走进婚姻，你就要接管他的钱，操之过急了。刚才你们两个人纠结这一个彩礼，我个人认为，结婚彩礼，这是一种习俗，这是一种态度。为什么我们古代把它叫成聘礼？这是感谢亲家含辛茹苦把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我个人的观点，对彩礼这一个事情，如果说经济条件许可，女方可以不要彩礼，男方不可以不给彩礼。另外，我刚才还听到你分明说到有一句，房子你有，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买一套房子，他除了给自己安全感，另外其实也是一种希望，他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家，但同时也有他的焦虑。老公和婚姻不一定永远是我的，但这个房子一定永远是我的。这透出的是什么？其实你是防备着他的，他也给你划了界限的。所以你们不解决这一个问题，两个人怎么继续呢？所以现在不是有一种观点吗？婚姻是靠不住的嘛，房子是靠得住的嘛，男人是靠不住的嘛，自己手里有钱是靠得住的嘛，女人也是靠不住的嘛，要自己藏点小九九才是靠得住的嘛。这好像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心里想的事儿。我觉得那个词儿用的特好，叫焦虑。我们现在年轻人因为这个年龄也这么大了，爱情和你不大，你大什么呀33岁了。来，莎娜老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最本质的问题是需求不对等。女士要的是婚姻的本质，就是你能给我陪伴和温暖，但男士要的只是婚姻这个躯壳，我有一个婚姻，然后结婚之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们两个人都看到了对方能给自己的这个需求带来一丁点儿满足感，可是真正想要的那个本质得不到，然后两个人就想，我怎么样能让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无非就是改造对方嘛，把对方变成我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完整体。稳定的情侣关系本质是什么？是要出让一部分的权利。因为什么出让？因为爱。出让什么权？自由权。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要为你付出一些东西。就像刚才说到他说你的衣服的问题，自由权里面就包含这个。我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但是我跟你在一起，因为爱，所以我会考虑到你的需求，考虑到你的感受。那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适度为你改变。男生也一样，自由权。
我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随便我半夜接哪个女人的电话，我半夜去送哪个女人都无所谓。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了，我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你会因为这件事情难受，所以我不会去做。第二个权，隐私权。没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小秘密，我不想让谁知道，我就不告诉他。可是你既然选择跟他走在一起，选择这种稳定的情侣关系，他该知道的他一定要知道，因为这危及到你们的感情啊。难道你们的感情都不及你那点小秘密值钱吗？最后一个权利就是时间权。两个人都要舍弃属于个人的时间去陪伴对方。所以由需求不对等到你们不愿意出让自己的这些权利，就可以看得出你们如果只是为了结婚这个目的，没有那么深的爱，那最后结了婚这个婚姻也是失败的。你们两个人好好考虑一下，到底是需求更重要还是爱更重要？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于老师，我看到两个人是又渴望结婚，但是又害怕结婚，所以都患得患失，两个人都没有安全感。那最终呢，你们就回归到了这个理性层面，就是能有安全感的是什么？钱、房子、财产，这些可看到的东西。其实在心理学里有一个叫墨菲定律，就是你越担心什么，就有可能越发生什么。两人在结婚的这一刻，少了太多的感性，而多了更多的理性。想到的是离婚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婚结的一点都没有意义。结婚至少是一种憧憬，在这个都没有就可怕了。我觉得两个人到什么状态呢？结婚就是说20万彩礼，万一离了婚，我爱过，值了，这20万不算什么。我要还不要，我给还是不给，这都不是问题了。如果没有这个状态，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再给20万，那就意味着他连20万都不值。这边也是，不给我彩礼的话，那我就不结婚，那意味着婚姻还没有20万重要。在我听来，其实两个人都有第三者，而这第三者都是20万的彩礼或者是房子等等这种东西。所以你们两个的婚姻就是患得患失当中中间隔着这么一个东西，两个人都要有条件式的结婚，因为到离婚的时候，可能自己保证自己不损失那么多。那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一定也走不远，多磨合一段时间，淡化这种条件式的爱情和婚姻，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没有失败，只有投入，只有付出，这样的话，这个日子才过得不后悔。谢谢于老师。徐总，男生先不要着急结婚，先好好的谈这场恋爱，因为你曾经是闪婚过的人，对不对？感觉我年纪那会儿轻嘛，对不对？啊，你说你现在年纪大了是吗？对对对对。啊，不着急，因为在我们老家那边，包括邻居也好啊，基本上都是结婚，孩子都打酱油了，是不是？我老你不要看别人的眼光。说句实话，我深刻的感受到你还没从那场闪婚当中真正的走出来。你闪婚，说明你当时对爱情是多么的冲动，多么有激情，也就是说你想象的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你认为现实是残酷的，你离婚了，你经历了情感的撕裂，财产的分割，你一下就觉得结婚爱情是这么的现实。而现在你要结婚，也是因为是说别人给你的压力想让你结，不是你自己想结，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去找到那个能让你有结婚冲动的那个女人，否则你就不会这么封闭自己。你自我保护的意识太强了，你觉得什么会离不开你？钱吗？对不对？我要捂住我的钱袋子啊！上一次我那10万彩礼没要回来，所以你说10万，那边想我一定要20万。20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吗？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你在对比。所以我建议你先停止结婚的想法。另外慢慢的去想上一次失败的婚姻当中你吸取的教训是什么，放下戒心，好不好？好的好的。女生也是一样。你岁数其实不算大，不要那么着急，你去谈恋爱，去感受那种恋爱当中的美好，然后再去谈那些物质啊，然后金钱啊等等等等。明白，爱情当中情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好，就这样。谢谢齐总。谢谢谢评委老师。我一直在琢磨彩礼这个问题。过去彩礼啊，是一个家庭管理一个孩子结婚和冲动的手段。古代的咱们不说了，那是聘礼。我们说这个彩礼，是父母觉得你太年轻了，你冲动啊，你谈一个就要结婚，父母是拿彩礼做刹车作用的。这个他们不了解，他们没那个时代经历。有一阵子中国已经不讲彩礼了。咱们回忆一下，80、90年代还有彩礼说吗？没有啊。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相信，就是人是纯的，相信爱情永恒。什么时候开始回来了？仔细想一想，2000年开始，这个彩礼突然怎么就漫天盖地的就扑面而来？这是什么？是因为不稳定的婚姻关系，让我们爱情参与者把彩礼这件事儿当成了双方情感不能明言又说不太清楚的时候的一个借口和手段。我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拿这个在做博弈。20万，说多真不多，说少还真不少。但是当我们把一段婚姻做一个标价的时候，这钱大概就变了味道了。这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核心想说的是什么？这不是你们的父母替你们刹车，你们自己在刹车。你们看到了。我其实想问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吗？相信。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吗？我也相信。你们俩能站在这儿，就爱过。我自己理解是4个字儿：水到渠成。就你们俩现在就坦荡的以谈恋爱为目的，开开心心的先谈一场恋爱，放松下来谈一场，然后再说结局。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流。相识了是一份缘分，我们在一起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经过当时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想奔着结婚去的，因为我年龄也这么大了。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确实我们存在了很多矛盾。跟来到这里听各位老师的一些建议啊见解啊，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让大家都彼此给对方一些时间，冷静去想一下思考一下吧。谢谢。我很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嘛，我们的观念就是不同嘛。然后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让后面的一个时间去进行东西。然后但是我现在很乱。时间到啊！男生这个态度是对的。你们俩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谢谢2位啊，请回。好，谢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来下载金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希望你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并且跟你那个心动的人好好的沟通、交流、了解，最后走进大家都想要的那个美好的婚姻的殿堂啊！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在一起1年多了，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承认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做过错事，但为什么后来他还是总怀疑我？感觉他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成熟，幼稚的像个小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异性保持距离，总是有意无意的让我伤心。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现在甚至还动了分手的念头。我不想跟他分开，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很多事情我都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走下去。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齐，22岁，来自黑龙江，健身教练；女嘉宾小王，26岁，来自山东待业。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这不是因为姐弟恋来的，对吧？不是跟年龄无关哈。那是因为什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俩之间有很多事儿，
想说说。谁说？我说吧，因为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比他小4岁，但是他当时呢，他不知道我比他小这么多。当时可能我因为想去追他嘛，所以说我年龄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隐瞒，但是后来我坦诚这个问题了。这件事情造成我们两个不信任，今天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他更信任我一点，我们回到一个最开始比较彼此信任的一个阶段。你们俩谈了多久之后发现了这个男方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瞒了2岁？就是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吧，然后我们俩出去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其实我比你小4岁，我骗你了。之前我当时直接就哭了，就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跟一个比我这么小的在一起。你这个标签贴的太多了嘛？那谈得好就好了嘛，跟他年龄没关系啊，姑娘。但是开始他骗我了，如果他跟我说了，可能我就不。他不是跟你坦诚了吗？后来他才坦诚了，一开始是假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当初跟你说他比你小4岁的话，你对他感觉再好，你们都不会开始，是这意思吗？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差好多的。我明白了。这个等于就是埋在了双方心里的一个小种子，叫不信任的种子，是吧？就有点不信任。但主要还是因为后期的事儿什么事儿？后来就是这个事儿，他又哄我，把我哄回来了。我们和好了之后，后期就是我发现他有一次约好了，我们去吃海底捞。然后他说：“哎，不好意思，亲爱的，我加班，我不能去了。”我以为是真的了，我在家都化好妆等他了。他又跟我说不能去了。然后其实他是跟一个女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了。是那天的话，不是我单独跟那女生吃饭那个女生的话是我们这边健身房的会员，平时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也关系比较好啊。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那你跟我说实话不行吗？我当时也算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吧。如果我直接跟他说我跟女生出去吃饭，他肯定会生气，他肯定。我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两个这段关系哈。然后那天的话，那你就别跟那女生去吃饭了呗。为什么那个饭非吃不可呢？是这样的哈。那个女生的话，同时是我们3个教练的会员我们在私下也是朋友。然后人家是突然说邀请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不去的话，感觉不是太好。如果不是我朋友给我发照片，那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欺骗我到现在？当时确实是没想跟他说这事，因为我感觉怕他生气。不是你怕他生，你跟他说了反而那个时候生气反而好。你说我没办法。我因为工作关系，我怕失去这个会员，我挣钱不容易，我健身教练。因为当时没有想过会被这个，所以大家以后就记住爱情当中没有善意的谎言，就这种事儿你就开诚布公的是什么就把什么事儿说出来，反而没有什么误会，这越弄误会越大了。当时可能就这么弄误会大了。他还有一次跟那女生单独。我追问你一句，他要是提前跟你说了。你这事儿怎么处理啊？我肯定生气啊，因为我们俩之前都约好了呀。生完气之后呢？但是他要非要去吗？不是你会让他去吗？他非要去，我有什么招？我不可能跟他闹分手啊。对，这大家听明白。但我肯定生气。生气是一个正常的态度，为这种事儿分手，如果说清楚来分手，那就说明爱的不够嘛。行，那再往后说就是有一次吧，还是那个女的，她跟那女单独去吃饭。还是这女的？对，我那天去健身房找她，本来想着，结果在2楼看到她了，因为他们健身房在3楼嘛，他俩在那吃饭。那天的话，因为上午我们在上课上课正好赶到中午饭点了，然后吃饭了都没吃饭，那一起下去吃个饭吧，是不是？让我们健身房楼下就是吃饭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凑巧看见了，我怀疑他现在就是查岗。我没有查岗。我那就你过去是他的健身房会员吗？我不是，我朋友是，那是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办卡认识他的。那后来你们俩谈恋爱以后，你常去他健身房健身吗？他说我可以去找他了。所以那不叫查岗啊。对呀，你允许了呀。我说我可以去健身吗？就女朋友去看你，怎么叫查岗呢，小伙子？对呀，因为是正常的话可以，因为就是那就是发生那件事之后就感觉他。整个人对我可能有时候关于这方面就有点因为确实有点对他一查怎么就查着了呢？也不是查，也是凑巧，就是这也没有什么怕被查，说实话也没有被怕被查。没什么。那这要说没什么，就是他们俩就是还私下聊得挺暧昧的。你也没听人家聊天，你怎么能说人暧昧？这你偏狭。看到手机，我有时候会就不是不放心，就是看看。手机也看过了。对啊，我觉得很正常。聊啥呀？他们俩就。你身材真好，倒三角。哎，你也不错呀，大长腿。你一念这确实暧昧了，我们看看。不是这大长腿后面还有一个那个表情呢。人夸你怎么样？你是不是也会夸？你是不是你回啊？你也不错，大长腿，你加那么个表情干嘛呀？我不觉得那些有什么这个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
这段聊天的内容，他好像大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哎，就是他回那个感觉，好像是我对大长腿很有吸引力那种感觉。我们不管他，我只想说，当你作为他的女朋友，是有意也好，无意也好，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最真实的心理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也就算我们看法都不重要啊。就是完事儿之后，我问他，我去质问他，什么情况？你跟这女的聊天这么暧昧啊？然后他说。哎，你别翻我手机，我就知道你翻我手机得出事儿。你看吧，你又翻，老是无理取闹，他凶我，他不哄我还。他还比较爱吃醋哈，一看到我跟女性朋友聊天或者跟谁聊天，他就会脑补很多，就会生气，就想那么多。然后还有你老说我聊天怎么样？那天他发我手机之后，那行我也看看你的吧，是吧？然后我一看他手机，有个男的给他发条语音啊，然后我要点开听一下，他直接把手机抢回来就不让看了。不是很变态吗？为什么要翻我手机呀？那你没说谁翻他的手机啊？不是很变态吗？那不一样吗？女朋友看看这很正常。男朋友看女朋友就不正常吗？我觉得很奇怪，很少有男生翻女生手机吧？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是拿这个事儿说事儿，还是说你心里真的不信任你女朋友？不是我不信任他，主要是他不信任我。你后面还有事儿吗？他还有。还有啊，还有给他面子，我刚刚没说，就是他妹妹。什么妹妹？咱们把这妹妹先界定死。现在这个用词太不准确了。就是他没有血缘，他认的一个妹妹。他说从小玩的很好，一发小。哦，那叫干妹妹是吧？啊，对，他们逛街就逛街吧，我不反对，还挽着他一块儿去。那天的话，马上是我跟他的一个纪念日。啊，我其实想去商场给他买个礼物，咱也比较重视嘛，然后就想让我妹妹来做一个，就给他出点主意啊，然后给参考一下。我妹拍了张照片，你知道吧？后来他看见了，他就开始说我从小人到大，一起拍个照，那摆个网格碗挺正常的吧？应该。那你这一起逛街送给我的礼物，最后怎么送给你妹妹了？他还说那礼物，那当时我那礼物确实当时买的是送给他的啊，待会给他的时候怎么给都不要，还给我生气了，直接把礼物就一扔就不要了。然后那你说你不要，对，我不要你扔了呀，或者你再哄我呀，那么浪费吗？那我说不要，真的不要吗？我不就生气了吗？哄哄不就好了吗？哎，你怎么知道他把那礼物给他妹了？他妹发朋友圈了。你承不承认这是个置气？确实有点，也不能说置气。所以这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千万别置气，你越置气越出问题。你这个，哎呀，行，往下说，这妹妹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没有，然后他还有啊，去找我了。谁找你？他妹妹。说我配不上他，说我老牛吃嫩草，让我跟他分手。然后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去找你妹妹，然后让他给我道歉，他也没去找。我说了，那你是不是得当面去批评他一下？他为什么他都说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呀？那不是当时。那你就在微信上说，你这事儿不严肃，你应该当面找他呀。当时就是因为他把那礼物拒绝，可能我那个妹妹可能是感觉他有点算是。辜负这种心意，可能是这种，就可能替我抱不平，就是这是个什么妹妹呀？就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在我一个学校的家的话，因为在学校旁边的房子啊，也比较近啊，天天都能看见，就这么认识。不就初中同学吗？不是同学，是各班的，而且是一起往上。可是他校友吧？对，校友，同龄吧？这他有男朋友吗？啊，他现在没有啊。而且他反对我们俩在一起，让我们俩分手。行吧，这即使是亲妹妹，好像这么说也有点失礼，是吧？而且他没有很生气去找他，就随便说了就过去了。这事儿怎么处理呢？就这么又稀里马哈又过去了。然后该聊天聊天，我翻他手机，他俩还正常聊天，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还怎么就恩断义绝了？怎么的呀？那你俩少聊点啊！他都不指望咱俩在一起了，你还跟他说什么呀？哎，我们说一极致的话，让你跟他恩断义绝行吗？为了他，这为什么说？你看他纠结了，犹豫了。我感觉这么选，感觉不是太对呀。不是因为毕竟是事出有因，是吧？有原因的才发生事。如果说没有事我们也无理取闹，那我肯定会选择。不，我现在我就想着这些事儿都没有，他就很介意你有一个从初中开始不到10年吧。你有一个10年的异性朋友，什么妹妹？我们说异性朋友更准确，对吧？他现在要求你跟这人保持很远的距离，你做得到吗？不联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看，要是以后就不联系了，那我感觉不太现实。我说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不是没有那种挽胳膊，这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要说还挽过了，刚才不是说摆拍吗？对，摆拍。他就挽过了，他承认了啊！他说就摆拍挽胳膊，所以你这臭小子，你这不对呀，你这个。就是还有一次哈，我们俩就在私人园看电影，看完了之后一出来，他妹妹在门口喊“齐哥，齐哥”，我就愣了。咱们俩看电影，他怎么知道呀？他知道你在哪儿。他问我在哪儿了，然后我说跟你在一起。他问我在哪儿，我就告诉他了。那我也没想到他能过来。那他就在门口等着。那又不是我让他过来的。
哎呀，所以这件事儿，如果听你们俩这个描述的话，我觉得他跟他妹妹之间已经变成了你们其实最大的疙瘩了。然后他说去超市，然后我们那不你说要去的吗？那也是他要去。我当时想买东西啊，就看完电影，妹妹来了，然后他妹非说去超市，啊，然后我寻思去吧，正好我也想买东西，结果他俩在前面走了，这挎着他走，我在后面了，我感觉我像个外人。因为可能当时妹妹没想那么多，就夸了我一下。啊，当时你大爷不也没说什么吗？那你要不乐意你说呀？我怎么说？我不是给你面子吗？嘿嘿，我当着他的面骂你啊！哎，你要有意识了。初中时候认识的妹妹，对吧？对对对。我们知道初中正好是情窦初开、懵懵懂懂的时候。对呀。行了，我不说了，我没一定说你跟她怎么样，我只是说你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你的这个干妹妹或者你这个妹妹，你这个很好的异性朋友的存在，现在严重影响了你跟你的女朋友，并不是你说的我骗了她，年龄差不在这儿。对，那这个恋爱谈的就很别扭了，在你心里。对的，你一定不会信任她。那你面对这么一个男朋友的时候，你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是跟他沟通啊，是跟他谈呀，是跟他提出要求啊，还是跟他吵闹啊？就我有威胁过他啊，你威胁他什么？我说你要再不跟你妹断绝关系，或者说保持一些距离，我就跟你分手。然后他也不害怕，很无奈。就是威胁是没用的。哦，对，威胁他还做别的了。什么？他还拿着小号来加我，来测试我。我手机有他通讯录是吧？他拿到微信号呢，一加我，上面显示的是他的名字啊。然后他当时把那号里放的都是其他女生的照片，伪装成了别人的号，过来加我来测试我，这都是他干的事。主持人，我那跟他闹着玩呢。那是闹着玩，我感觉不像闹着玩，这是。我就是跟他闹着玩。测的结果怎么样？没通过，我觉得他知道是我，是不是没弄好？哦，所以我感觉他现在这种就不信任我，我听着也挺难过的。一直都很不信任我。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就是跟你闹着玩。你要是闹着玩，那一遍就完事了，你还整好几遍，你这，我就感觉这挺难过的。这第一次没加上嘛，没加上就来第二遍，加上为止呗。你有没有发现他用社交软件加其他异性的这种事儿啊？有，我们俩一块玩的时候啊，然后一个女的跟他说：“哎，你跟你女朋友在一块玩吗？是不是跟你对象在一起啊？”就问他，我说谁呀？啊，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加一女的，他问我。啊，主任，我说一句，所以我在那社交软件上啊，我是在这个宣传健身，然后那女的有健身方面需求过来就问我了，然后她说你是教练吗？那为什么不是在健身房里加人呢？你在社交软件加人，这好像在搞什么交友吧？你在网上宣传的吗？所以现在你女朋友对你是已经完全不相信了，是吧？对，这个上面说你现在待业是吧？到底做什么的呀，姑娘？哦，原来在酒店做迎宾，然后现在辞职了。哦，就是您这生活看来还挺悠闲。对，我没事儿都去给他送饭，有时候无聊。就没事儿送饭呀，没事儿测试一下。对，想来时间还是比较闲的。对，未来怎么想的？我想跟他奔着结婚去。您是怎么想的？对，我也是奔着跟他结婚去的。你妹妹知道这些吗？我妹妹，因为我跟她在一起的话，第一天我就跟她在一起。妹妹知道你要娶她吗？我没跟她说过。为啥不说呀？我感觉您都要结婚了，这就要变成嫂子了，这么大的事儿，家里人不说说呀？因为她也没有特意的问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去特意跟她说呀，这种事情是不是？哦，那么好的关系都不说啊？你平时跟人处对象、跟人结婚，这都跟别人说吗？都共享吗？这怎么叫共享呢？你谈恋爱不大家都知道吗？对，都知道。关心你的人会问啊，你们俩处的怎么样？挺好的，什么时候结婚呢？但这个东西是我父母知道啊。也就是说，你那妹妹没那么亲，对吧？对，照血缘可能是差点。所以问题恰恰出在这儿，你不要怪女生老不信任。听听老师们吧。好的。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是不是也感觉到，女生对你的态度，在知道你的真实年龄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发生事情可能就是有点不信任我。对，这就说明，知道他的年龄，这是一道分水岭。但是老师在这之前并没有出现他妹妹的那个事情。因为等到知道年龄以后，一切的一切都会因为这个因素被放大了。刚才说到他妹妹的事情，他看电影的那一幕，不可能他会主动的叫自己的这一个干妹妹来砸自己爱情的场子。但是妹妹的这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很显然，你对你的干妹妹无意，但是你的干妹妹似乎对你有情。有情，这不是她的过度敏感。任何的女生，哪怕不是姐弟恋，
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敏感，它会成为你们两个人爱情幸福乃至以后婚姻幸福的一个障碍。你必须正视，也必须主动的和你的妹妹去说清楚，请她摆正自己的位置。如果还摆不正，那这样的干妹妹就应该，你懂的。对，我懂。什么干妹妹啊，就是暧昧对象。在我这儿很简单，没有什么干妹妹、干姐姐，先结拜后恋爱，你不知道吗？信任来自对方的底线，信任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方给你的，而返回来又是你给对方的。他的底线在哪儿，他对你的信任就在哪儿。你心里面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没说清楚，没点破，但是10年来就这样。可以一起去逛街的异性朋友，你买完那个礼物，你有明确的告诉你干妹妹那礼物是送给你女朋友的吗？有说过。她还接受吗？后来接受了。然后干妹妹来到了嫂子这儿，说你老牛吃嫩草，对，你不配我哥。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干妹妹，可怕的是你明明知道干妹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你不拒绝这个危险的信号。你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揣着明白装糊涂。女生，你的底线决定了你最后被伤害的方式。你都走在人家搀着胳膊后边了，你都多余了，你还跟着走，你不扭头走啊？我想回家之后跟他说。回什么家呀？这个时候还回家呀？还有家呀？你自尊在哪儿呢？你给他留面子就是践踏自己的面子，知道吗？所以你的底线决定了你被伤害的方式。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不要怨别人，怨自己。谢谢。好，谢谢沙党老师。你曾经拉黑过你男朋友2次，对吧？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哄又好了。这也说明就是在你的这个情绪里面也有比较情绪化的这一部分。他每次来找我，我就心软了。心就软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提示你可能内心里非常缺爱，就是非常渴望男朋友把他的全部或更多的关注在你身上，但是没有。但是多少给你一点了，马上你就觉得哎呦可以了。所以他犯了错，他那边一求情一说好话，你又软下来了，所以这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刚才沙大老师也说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对吧？还有这个妹妹这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个妹妹是挺有心机的。第一，妹妹明知道这礼物是给你女朋友买的，即使说女朋友暂时没有接，她也不应该接。他应该劝着你，哎，哄好了再给，而且他还是比较好哄的，从前2次也看出来了。还有，妹妹当着你俩的面和你挎着肩膀，妹妹居心何意？所以，我可以从善良的角度来讲说，你对妹妹没有那心意，但是妹妹绝对有心机，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得处理好。你要处理好这种事情，她的情感是很极端的。未来也会给你制造很多麻烦一样。还有这个年龄的问题，假设一下，当初你就告诉他我比你小4岁，可能就没有今天你俩的这份姻缘。那么今天的姻缘已经出现了，这个结果你也要负，因为那个谎成就了这段姻缘，那么果就是他会因为这个问题会找你的麻烦。对，所以你不要说女朋友怎么不信任你，因为一个妹妹的问题，一个你说谎在先的问题，在这里面多多少少你有你自己的小九九。妹妹那样的举动你不制止，其实也是给自己增加砝码。你看我还有这么一个妹妹，你要是对我不好，你要是再查岗我还有妹妹在这儿待着的，即使有一天我不可能和她什么关系，但是你总觉得好像你那有一个备胎，给你制造了一个比较大的自信，让你有点小小的价值感和筹码。这在潜意识里面我能看得到很清楚，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但是妹妹确实为你站台了，这种感觉很不好。
一个女人能够你忍到现在跟你一起走，我觉得你这个女朋友已经非常不错了，就说明女方很在乎你。从今天开始来到这个爱情保障的舞台，我希望你把这事做好啊，就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刚才于老师有一点我不同意啊，就说这个妹妹很有心机，是吧？这我的错了。她妹妹，所谓的妹妹很傻，你最有心机，你也傻。一开始她的确没有自信，她觉得她比你小，你一定不会选择她。也就是说，她如果在跟你开始之前说她实际年龄小这么多，4岁，一定是我不会分手。选择跟他在一起的。是的，她早知道未来有一天这事儿躲不了，一定要主动，一定要坦白，而且还要主动，对吧？所以选择在1个月之后，1个月应该是你们2个人相恋的热恋期啊。对，那会儿他犯什么错误，我相信你都会原谅。对，所以你看多有心机。而你看到你们俩位置从那会儿开始变化，虽然你觉得哎呀，他骗了我，他还会有没有其他的事情隐瞒我？妹妹出现了，出现的时间节点很有意思哦。他们10年了，在你们热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存在，但相反是在你发现他的弱点或者他不诚实之后，慢慢的浮现出来了。这种浮现一定是他的安排，有意无意的一种处事的一种原则。他刚认识的时候，他隐藏得很好。那当然了，对，得一点一点来讲究节奏吗？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入他的这种套路里面，而不自知。你一次次去看，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事情了，对不对？我相信他跟他妹妹应该没有什么，因为他不爱他妹妹，他妹妹就是他用的套路你的一种工具而已，以此来显示你看，你要敢退，马上就有人进，而且还有可能不是一个。可是因为这事儿，我把他拉黑了。所以你就不能进啊！你非但不进，你还迎难而上。这么一个妹妹，我都拿不下吗？以前我是看不上她的呀，她有这么多问题啊，是她在求着我呀，我一定要比过她。好啊，你们俩争，她得利了嘛，对不对？咱不一定说她一定要跟其他异性，所谓会员也好，潜在的成为会员也好，发生什么，但是她在用她这种处事一贯处事原则，再去达到自己的利益所得。你们之间他也选择是利益吗？妹妹对他好吗？你对他爱吗？对不对？对他情啊。慢慢的你已经不自知了，你陷进去了。所以说你在当中你是很幼稚，你比他小多了，明白吗？我说给你听也让你听见，做人不能是这样，越算计的人最终一定会被所有人抛弃，明白吗，小伙子？所以女生呢，你现在是待业，是不是？有给他做饭。有查的那时间，提升自己好不好？就这样。男生我觉得人得有点人情味儿，你别什么都算计。其实我后来发现说，这个社会人情味儿其实最浓的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你们这段恋爱就是最浓的，该投入人情味儿的时候，这个人情味儿都投入的比较少。就人情世故，咱们得分里外呀。干妹妹是里还是外呀？就是你记住，只要你开始一段恋爱了，你恋爱的这个对象就应该是最重要的，其他人都不再重要。对，啊，大家说那父母呢？父母希望孩子是幸福，不是说我们要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或者不是这意思。他在这个人生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可是你对最重要的这个人现在弄得他很不满意，这是你需要反思的。该干嘛干嘛吧，不太适合。我愿意说不太适合，其他的也不能说什么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分。今天我决定来到这节目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一直想跟你在一起。然后呢，刚才通过听主持人还有咱们老师给咱们的点评，我也自己想了很多，也反思了一下，我在某一方面做的确实是有点不到位，确实有自己错的地方，导致你对我的不信任，然后这些事情的话，那你以后怎么办啊？这些事情我以后会去注意见，然后会去改，然后我也希望你能，那你会跟你妹妹保持距离吗？会，我也希望以后你能信任我一点，然后咱们一起走下去。我再考虑考虑吧。好了，谢谢2位的分享，请回吧。
接下来当然就要看这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了。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来，这个送给你了啊！来，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请亮灯吧。哎呀，你也不至于这么没出息，乐成这样。来，拿着吧。天哪！谢谢两位，请回。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就在我的眼里有一个感觉啊，就他们俩的那个相拥那一瞬间，我老觉得这个人这一对不像一个恋爱关系，不像一个恋人关系，好像他们的恋爱从没有开始过去都是在玩闹的状态。那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他们俩可以真的开始谈一场恋爱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结婚后这3年里，他变得越来越不在乎我。洗衣服的时候，如果他过来看看我，我可能就不会生气了。我洗完头发，如果他过来帮我吹一下，我可能也就不会生气了。可他总是对我不理睬，我真不知道我要和他还要不要继续在一起。你把你希望的所有他做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但你有告诉他吗？不如好好沟通一下吧。祝你幸福，谢谢。谢谢你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